走嘞！我今天让你跪在这兒，就是想讓你當着列祖列宗，當着我大哥的在天之靈，好好想想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大山夜雨长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孙先生，孙先生，开门！起床了，开门，开门！常顺，这干什么呀？二爷，东家。坐。
這個你認識嗎？認識。银庫的鑰匙，想要嗎？一把钥匙，不急不急。你不急我急啊。其實昨天夜裡我就從二奶奶那兒要過来了，想給你。这是什么日子？长栓，斟酒斟酒。姑娘，我敬你一杯。你知道这是誰家的酒吗？乔家自釀的酒吗？你還想喝喬家的酒嗎？姑娘什麼意思？要不然我伺候你喝。哎呦，行。东家能做出這種決定，實屬不易。東家，雖說你不掌管家事了，可你還是東家嘛。快不是了。有時候我覺得你太性急了。這大奶奶也真是。就這麼直接的告訴你了。我想問問你，如果真的把家事交給你管，你會怎麼辦？东家，我一定不辜負您的厚望。把办票号和汇通天下的事做到底。可是我听說，你接管喬家的家事以後，打算帶着我嫂子走州串府，一輩子守在她身邊呢。东家這話從何說起啊？而且，喬家要從票號業撤出，本錢全都要投到有利可圖的生意上去。是不是這樣？大奶奶那麼一問，我就那麼一說，然後你就可以克扣茶農的工錢銀子，再克扣其他人的工錢銀子，用來多保養幾個月季姑娘、牡丹姑娘，再然後，這個家大奶奶一半，你一半，最後不分彼此，通通變成你孫茂才的產業。你幾次三番的不去哈芬哈大人那兒，就是為了這個。不對，我這樣做一切都是為了你，為了喬家。孫茂才，其實你只要把匯通天下做下去，做成功，你包養妓女，克扣茶農的工錢，我都不會管你。你就算是想要我們喬家的產業的一半，我也不在乎。但是你怕我不給你，你居然用手段去騙我嫂子。我們喬家的酒，你今兒是喝到頭了。你知道她是我什麼人？她是我嫂子，但是從小就是她把我帶大的，她就是我娘，知不知道？呸！拖出去！拖出去！拖出去！喂，快看！孙茂才，人丟成這樣了，滾！滾！家裡的事，你要是敢多說一句的話，小心你的舌頭。滾！起來啊！起來！
东家，您不值得跟这种小人生气。你把他撵跑了，他会记你一辈子的。找喷烟吧。打水，把屋子给我洗干净。请，上场，上场。孙先生今天怎么这么有空，到小店来小坐呀？是不是你顶了乔致庸的生意，到达盛昌来找我合作什么？崔大掌柜，我今天来是想在你达盛昌谋个事情做。你取笑我？崔大掌柜，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说我值3万两银子。说了。我要是到你们达盛昌做个大掌柜，再跟乔家一样，3000两就行。孙先生，你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啊？乔致庸把我给撵出来了。孙先生，我店里还有事，就不送你了。把他给我请出去！嘿，崔大掌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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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留步！乔家的生意是我做的，我也可以帮你达盛昌，把生意做大。孙茂才，你搞错了吧？是乔家的生意成就了你，不是你成就了乔家的生意。看看你，你看看，你就是当年在乡市里面卖花生米那个穷秀才。把他给我请出去！把他给我请出去！孙茂才，请。
孫茂才，你能干成什麼？你能干成什麼？你让我等了多少年？我等了你多少年？我给你花银子，抱如意姑娘，抱灵芝姑娘，你他娘的花了我多少银子？你還有臉來見我？啊？你還有臉來見我？你還有臉？有臉？有臉？不管怎么说，孙茂才也是乔致庸的左膀右臂。等着瞧吧，他自己被囚禁了，现在又白白失掉了一员大将。好，好。我叫你办的事儿，你办了吗？啊，把他给我叫来。达盛昌的二掌柜说给您带封信来。达盛昌的二掌柜？我不认识。我就是达盛昌的二掌柜。这边请。走吧。请。这可是这儿的名酒，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。坐吧。这东西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哼，你别管我是从哪儿弄的，你就说是不是真的吧。那上面有我家的画押，这是我父亲店里的账簿。实信帖。实信帖，你从小就不愿意读书，一心学武。8岁时，你父親石東山把你送到當時名聞全國的武師季一禪手下學藝。10年後，你一城下山，到包頭尋父。你父親原打算讓你跟他一塊做生意，可是你雖然一身武藝，卻不是做生意的料。於是，你二上衡山，為你師父守墓。幾年前，你父親捲入了喬家跟達盛昌、邱家的高粱霸盤，欠了一身的債，最後你全家自殺身亡。你在包頭埋葬了你的兄弟姐妹，雖難民南下，沒想到餓昏在路上，被陸家的陸玉涵所救。你把我的事情搞得這麼清楚，什麼意思？你在喬家這麼久，我想知道你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。我心裡怎麼想的，有必要告訴你嗎？
哎，石先生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其實你我二人應該站在一邊上。我肯定比你這個喬東家更願意真心的幫你。你什麼意思？直說吧。你跟喬家有殺父之仇，我兄弟也被喬家所害，進了班房。你這麼久隱忍不發，我也臥薪嘗膽，不就是在等一個機會，報了這深仇大恨嗎？來，這是你們老石家的地契。那10幾間老房子我都給買下了。為了這張地契，我可沒少費功夫。你要是想要，現在就可以拿走，重開你們的石家店。我保證，你肯定比你父親開得更大，開得更好。只要我崔明實在，達盛昌就永遠是你石家店裡最好的項目。你再看看這個。這可是你們老石家的招牌呀！你可以把它重新掛在你的掌櫃室裡。崔先生，崔大掌櫃，你给我看這些東西，你想讓我做什麼？石先生，快人快語，我是有一件事相求。這件事兒對你來說只不過是舉手之勞，你可以報了你的家仇。這麼簡單的事兒，想來石先生不會拒絕吧？在喬致庸的婚宴上，有人發現一隻飛鏢差點打中他。這件事兒你還記得吧？我當時是沒有在場，可是我哥哥崔明久在，他正好送一位醉酒的項羽出門，不小心把這一切全看見了。後來我到監獄看他，他把這些全告訴我了。當時是亂糟糟的，人來人往，可我哥哥還是發現了發飛鏢的那個人，頭上繫了一個白頭繩。參加婚宴的人肯定是不會繫白頭繩的，繫白頭繩只有是守孝。如果這些事讓喬致庸知道了，那肯定對你石先生有諸多的不便呢。啊，不過我肯定不會告訴別人的。你我二人是兄弟，我怎麼會跟他說呢？只不過，大掌櫃，他怎麼走了？潘大掌櫃3天以後啊，在咸陽府碼頭上岸，袁家和水家這幾個大商號都準備派人把他拉走呢。照理說，我也應該到碼頭親自去接他。可朝廷眼下不讓我出山西，怎麼辦？要不然我換套衣服，我戴個那個冬天的那個皮帽子。不行不行，他們都認識你，這不行這不行。我看，咱們還真得想辦法。
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咱们这样。 过来，有人替我送水，挺好，我歇会儿。就用这个办法把他给抢回来，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办法好，咱们把潘大掌柜拉到没人干扰的地方，然后再仔細跟他談。你怎麼在這兒？哦，剛才長帥要送茶過來的時候，他突然要大姐，我就替他拿進來了。哎，還有，潘大掌櫃是個貴客，咱們得略備保酒。那周圍有沒有偏僻點的酒館？我可以跟他坐那兒聊。那個地方是個碼頭啊，人山人海的，恐怕難找。哎，東家，當年我逃難的時候，在襄陽碼頭做過半年的纖夫。我倒是知道，離航道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避風的亭子，很偏，也很少有人能過去。不知道，話。這是家。都啥时候了？该来了。师傅，这儿就是襄陽府了。啊。哎，哎，哎，搶東西了！站住！抓住他！別跑！有事啊？抓住他！搶東西啊！站住！別跑！站住！抓住他！別跑！別跑！站住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別跑！站住！別跑！站住！抓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二爺，二爺，潘大掌櫃來了，把包還我！潘大掌櫃，東西來了！潘大掌櫃，二爺，潘大掌櫃來了！潘大掌櫃，還給我！潘大掌櫃，您這是？期限喬致庸，多有得罪。潘大掌櫃，這是我們二爺，他聽說山西各大商號正在請您，所以就用了這個辦法把您請過來，想跟您談一下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喬東家可真有你的！潘威嚴久聞喬東家為了會通天下這個志向的所作所為，還在感嘆自己怎麼沒有這個福氣，跟您這麼一個志同道合的東家合作。想不到今天竟是如此相見吶！我出此下策實在是迫不得已，多有得罪。
我备了一杯薄酒，咱们边喝边聊。好，来，请。啊，大掌柜，你不在祁县待着，来这里干嘛？哼，这么精彩的大戏，我不来看，怎么能过瘾呢？潘大掌柜，我敬你。好。你饿不饿？哦，不。我现在被朝廷圈禁，在外头说话不方便，要不咱们马车上边走边谈？你看。好。啊，走。田医师，哎，快！哎，小东家。哎呀，快！好，留神，快来。驾！哎，就停这儿，就停这儿。吁！这就到了祁县境内了，再往前200里就是你们家了。怎么样？10年没回来了，有什么感想？哎，潘威严快点啊！不瞒您，乔东家，当年我潘威严离开山西的时候，曾向妻儿夸下海口，说等我潘威严还乡的那一天，要做8人台的大轿，古月开道。没想到今日还乡，却是一位词号。我潘威严总算是明白了，什么叫无颜见江东父老。哎，话先别这么说，您说那轿子，是不是跟那差不多？要不咱们今儿个就借他们的轿子一用，给你送回去，把你这心愿了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乔总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应该是人家成亲的大轿吧？都停下！这就是给你准备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停！潘大掌柜，您回来了。东家，您算得真准呐，这古月、大轿都来了。请上轿吧。乔东家，这是潘大掌柜的，我们东家来之前啊，都安排好了。备古月、备大轿，在你离家200里的地方迎接您。乔东家，你待我真是太好了。我也没什么旁的意思，就是想帮你了了这个心愿，你就别客气了。乔东家，这么给我潘威严面子，我潘威严就是再愚钝，也不会不明白乔东家的意思。今天我潘威严都听你的，这台大轿我坐定了。好，请。乔东家，我潘威严今生有这一遭，也就不枉活了。
呦，小心，没事没事，啊，没事。和尚，哎，好，怎么样？我这大德行票庄。乔东家，我潘威严今天前来，并非要接任大德兴大掌柜，而是要辞掉这个大掌柜。哎呦，潘大掌柜，您不是和我们东家都商量好了吗？在家歇1个月就到我们大德兴上任呢，您怎么又变卦了？是不是因为我是大德兴大掌柜？啊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东家已经做了决定，把大德兴絲綢莊一分為二，把本號改為大德興絲茶莊，再成立大德通票號。您呢，就作為大掌櫃，全權掌管喬家的票號生意。哎，你既然說出這話來，一定有你的原因。有什麼不方便的，你就都說出來，咱們好商量。啊，喬東家，您千萬別誤會，您如此待我，這是天高地厚。所謂滴水之恩，當湧泉相報。說實話，我要辭了這個大掌櫃，就是覺得即使我做了這個大掌櫃，也做不好，反而會誤了喬家的大事。為什麼呢？我潘威嚴還鄉1個月，對您這些年的所作所為略有耳聞。喬東家這些年說是東家，其實是喬家真正的大掌櫃。我還聽說，喬東家曾在北京大德興茶票莊門前掛出過一塊招牌，說要用盡一生把大德興茶票莊辦成天下最大的票號，實現匯通天下。這些話大致沒錯吧？嗯。正是因為這些，喬東家這些年一手將喬家的家業做大。現在雖然用我做大掌櫃，卻不一定真正捨得將喬家的票號全部交給我經營，自己只做4年1個賬期，按股分銀子，其餘一概不問的大東家。這個就是你的原因？正是。怎麼說呢？我潘威嚴雖比不上喬東家，卻也是一個心高氣傲、做事喜歡獨斷獨行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還鄉這1個月，請教了不少項羽，得出了一個結論，那就是東家若是想將喬家的票號辦成天下最大的票號，實現匯通天下，那我就不能照東家原來的那套辦法去做，而必須用我的這套辦法來做。我的這套辦法呢，又很可能會讓東家看不慣，於是一定會出來干涉。這樣的話，正在做的大事就會半途而廢。所以我不能做這個大掌櫃。你做。如果我把大德興茶票莊全權交給你經營，具體事務我一概不參與，你會怎麼幹呢？東家，南方靠海，外面的東西先是在南方流通，現在南方的作坊生產是越來越紅火，而北方呢，則有許多的王公地主和官員。現在形成了一個北方的這些財東手裡有着大量的閒餘銀兩，而南方需要銀兩的商號卻缺乏資本的局面。以我之見，所謂匯通天下，不只是把銀子變成銀票，方便生意人攜帶，而更應該起的作用是要調配銀兩到最需要的地方。有意思。我把這個總結為一句話，叫做北存南放。我們在北方把那些財東們手裡剩餘的銀兩存入到我們的票號，再放貸到南方所需要的銀子的商號，這樣不僅可以盈利，也是一件利國的大好事，這才是真正的匯通天下。
真好哎，这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，我没有想过票号还能有这种作用。尘缘苦短，叹人间路长，不能够容我心思量。繁华瞬间，如梦幻一场，世上人有几番空。